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28号，视频来聊一下以太坊未来会涨到哪里，会不会去3万、5万，还是说将来以太坊会不会突破10万美金？今天利用链上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以太坊这一个燃烧的网站来跟大家聊一下，你可能要拿一部分持有100年以上的以太坊留给自己的孩子。等下来跟大家讲啊，包括以太坊去年22年的6月份。当时是计划1000美金去抄底这个以太坊，以太坊是对了，但是比特币我计划是2万开始抄的，因为当时比特币这个低位就是在2万附近啊，后面是最终 FTX 交易所崩盘，崩到1万5，所以1万5的多单我目前也是选择继续抱，但是我大部分的仓位全部都是在这个以太坊，包括也是有一部分仓位是质押在 2.0 上面。那今天利用这一个大形态的以太坊，目前还是在区间，而且这边是有一个头肩底的形态。如果整个大区间的底部我们去比对比特币历史上的几个底部，有哪一些相似之处？比如说它这个位置是像18年的底部吗？还是类似比特币15年的底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有图，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太坊整个大长线的形态哦。就短线其实也没什么好聊了，包括2万5的比特币，我是计划朋友们可能就是区间震荡，以太坊也是在区间震荡。那它大长线现在很明显有看到一个头肩底的形态哦，这边是一个头肩底的形态，而且头部的位置是非常大的一根量，就是恐慌的筹码在这个位置杀了出去。现在来观察一下，其实很明显它的趋势就是正向的，或者是短线也是有一个正向的趋势。当然看这么短的趋势，我的观点是你不要看，有可能它横向的话也会来到这种趋势的附近，有可能也不排除啊，或者是会不会跌破这种趋势也都是不排除。最终方向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就是往上去看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太坊是不断的在燃烧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自燃烧以来以太坊总数量现在是燃烧了都快接近300万枚的以太坊，你去除一下它的时间是570多天，不知道有没有对哦，平均每天下来大约是在5000枚左右。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目前质押在链上的 2.0 的以太坊是在1700多万枚，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以太坊燃烧10年以后它的流通量是多少，目前是在1亿2000多万枚哦，10年以后有可能是在2033年1亿1000多万枚，那20年以后呢，比如说2043年大约也就1亿枚哦。所以我的观点是以太坊我们尽量拿长一点，它这一个数据是针对200年以太坊流通数量的一个预测，目前是不断的在燃烧，一天是5000枚左右在燃烧。当然平均下来啊，不是说现在每天都是燃烧那个5000枚，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目前一天是只烧了2000多枚，有时候量大一点的，我记得以太坊之前还在高位的时候，平均每天燃烧的数量都是接近1万枚哦。包括其实它的整个生态，我个人是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生态，因为里面的应用现在是非常的多哦，比如说这些出名的应用 Uniswap 去中心化的交易所，或者是这个 OpenSea 啊等等等等。然后我想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留一部分的以太坊持有100年以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到2100年的这个时间，以太坊的整个预测的流通量就7000多万枚，所以要不要持有到100年以上？我的观点是你尽量留一部分以太坊，将来持有的话留给自己的孩子，因为后面肯定还会有不断的那一些基于以太坊整个公链的应用，或者是其他的区块链或者其他的项目会开发出来。那现在它为什么不涨的原因，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自1700美金以太坊跌破以后，目前在底部的区间时间是多长？266个。那之前有跟大家讲过，比特币在3万上方的整个套牢区时间也是非常的长啊，以太坊这个时间也是接近400多天。比如说从21年3月份的这个高位，我们拉一条直线过去观察，它这上面的套牢筹码
时间是接近440个，下面的话是在200多个。目前的时间够不够，我也不是很确定。当然，就整个长线，我的观点是，不管它什么时候突破，你尽量给我持有住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的几个底部，它的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形态。比如说18年的这一个底部，当时底部其实有几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这种形态就是说明它整个下跌反弹的空间不够充分，没有给空方的一些主力足够的反弹高点去洗盘，像这种也是一个下降楔形。所以一般在重要的空间下跌的低位看到这种下降楔形的时候，它这种就是底部啊，只是它会马上大涨吗？不会啊，它时间也不够啊，100多天以后才上去。那现在以太坊是在1000期下方，整个时间是有260天左右，跟这一个130天像不像？也不一定会像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整个比特币在18年上去以后，它还是最终会下来再洗盘。有一个黑天鹅事件就是疫情，所以如果看整个大长线的周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这个区间，这是一个时间，这也是一个时间，有可能这整个全部都是主力在。就是说建仓或是拉抬，然后正仓的一个区间。时间的话，我们拉过去看一下，这边的时间是多久？也是接近400多天。所以以太坊现在在1000期上方是有接近400天的一个套牢盘。我的观点是不排除，如果我们看这个时间可能是够，也不排除它会再上去，还有没有再压回，或者是它直接就是在整个头肩底继续给我横向拉长。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比如说15年的整个底部，我们可以从日线来观察，它其实在底部的形态有几个图形，它是一个上升三角。上升三角以往的经验，一般方向都是要往上去看的，特别是在重要的底部位置，你看到这种上升三角，它有突破，那压力上方是过不去，也不一定说就是要马上开启。反正我们要知道，如果是在底部有看到这种上升三角的结构，有可能整个大方向就预示着有人在这边偷偷的建仓吸货。它吸货的区间就类似这种三角，就是打上去把货给接走，然后重新压回来，把一些散户给下出去，再打上去再压回来，再打上去再压回来。它这个区间是在270根左右，后面上去以后，这边也是又有一个上升三角，整个大长线也是不断的在吸货或者是建仓或者是正仓，吸货再正仓，吸货再正仓，最终是往上突破，也会再正仓。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它其实往上去突破以后，这整个大长线的时间是接近500个。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以太坊更像比特币15年的这个底部突破上去，有可能也会在1000期上方重新再稳一个更大长线的一个区间，因为200根比特币在历史上2015年的底部时间都不够，在这个位置是重新再横盘了多少天？这边是接近200根啊。所以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比特币目前的一个位置，我的观点是不排除上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套牢区间，可能这个位置就算它能过28000或者是29000，我估计有可能也是会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目前的以太坊，我的观点也是一样，它1000期突破也可以，有可能也会在这边再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尽量在这一个低位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1000买的这个以太坊，你一定要给我坚定的持有住哦，抱大长线。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门留图。